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国产剧中哪一个题材是流量密码？那自然是偶像剧了。远的不说，近几年来市场中就涌现了太多爆款，比如杨洋、迪丽热巴主演的《你是我的荣耀》，肖战与杨紫搭档出演的《余生，请多指教》。不光热度爆表，还带火了剧中的 CP， 让观众磕糖磕得停不下来。而2023年也有很多待播偶像剧蠢蠢欲动，杨洋再次出手，携手王楚仁将带来一部《我的人间烟火》，上演消防员与女医生双向奔赴的爱情故事。两位主演颜值般配，实力也不俗，以至于还没开播就已经收获一批 CP 粉了。只是没等来杨洋新剧，倒是先等来了赵露思的《偷偷藏不住》。这部未播先火的作品有着相当高的热度，播出后自然受到了太多关注。来句题外话，央视一直都是权威的代名词，能被央视看中的题材不是收视飞起，就是口碑出色。偷偷藏不住上线前，央视官媒专门为作品打 call， 但没想到的是，才刚播出一天，赵露思的这部《偷偷藏不住》口碑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各种争议此起彼伏。有的观众认为剧情节奏舒适，很下饭，也有观众认为剧情太离谱，喊着要弃剧。更有网友吐槽不断，有的说偷偷藏起来，但恶心藏不住；有的说感觉不是油，是尴尬，所有人都演得很尴尬。显然，偷偷藏不住从剧情到演员塑造，都让观众恨不得他藏得严严实实。单看着剧情，就是普通偶像剧的惯用套路，还算说得过去。但为何这部热度高涨且有多位明星坐镇的新剧，开播当日就差评满天飞，豆瓣评论区被清一色的一星刷屏？且观众的差评理由还出奇一致，偷偷藏不住的观众甚至还把自己戏称为小学生，这些究竟是为什么？要知道，偷偷藏不住这个 IP 是小说改编的，而且还有同名漫画，原著粉更是众多。但原著粉看完之后也觉得真人版看着真的很尴尬，甚至还被网友吐槽这种小说就不适合拍成真人版。问题到底出在哪？在已经上线的4集剧情里，讲述的不过就是还在上学的桑稚赵露思是被哥哥马伯骞是大学舍友段嘉许陈哲远式的颜值惊艳，然后逐渐对段嘉许生出好感的故事。从目前的剧情走向来看，整部剧更像是初高中生的幻想，简单直白，幼稚低龄。不过客观来讲，偷偷藏不住的影视化说多了便是这个行业的累，甚至中肯评价偷偷藏不住影视化后的成品是对原著的美化。原小说讲述的就是一个小学生爱上了自己哥哥的同学的故事。雷人的是，女主当时只有13岁，还是个小学生，而男主却已经20岁了，已经是个大学生。7岁的年龄差本不算什么，但是小说却把小学生对大学生的那种青春萌动感描绘得无比细致，歪了好多两人的内心戏，明晃晃的宣扬早恋，强行让女主角披着小学生的皮去暗恋一个成年人。可怕的是，这本小说在晋江非常火爆，常年霸榜，不知道要诱骗多少纯心萌动的小女孩去模仿找成年人谈恋爱。剧情离谱，强行美化犯罪，打着恋爱的幌子行恋躺皮之时，明明就是油腻大叔一步步引无知少女上钩的故事，偏偏还要美化他。正常听到这样的话，应该要第一时间报警，让这男的马上去蹲监狱吧。就因为对方是自己哥哥的朋友，就因为对方长得帅，如果对方是个丑男呢？是不是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因为原著的内容就很浅薄，文字描述没有文采可言，小说中让观众脚趾抠地的情节，难以启齿的油腻台词，能排出目前这个效果，甚至超过了预期。不过剧方真的找一个小孩子来和陈哲远搭戏，真的恶心到观众了。前妻桑稚对段嘉许的感情就是兄妹之情，直到高中时期，桑稚才意识到自己喜欢上了段嘉许。但咱就是说，拥有上帝视角的观众将男女主的情感线看得一清二楚。你找一个10来岁的演员和陈哲远搭戏，观众真的会心里不适。况且剧情里的段嘉许就像是个开屏的孔雀，不论是在小时候的桑稚面前，还是在高中时期的桑稚面前，都是各种意味不明的眼神和台词，看得人头皮发麻。前4集里，段嘉许的每一次自称哥哥，每一句小孩都让观众尬得脚下口出3室一厅，而且这些油腻称呼的出现频率几乎是每一句台词。
这个程度的脚趾抠地都快解决观众的买房焦虑了。最离谱的是，极致的剧情搭配极致的表演，观众就有种智商被按在地上摩擦的感觉。一个家一个庄，我承认是我对马伯骞声音大了。在偷偷藏不住选角期间，各种争议闹得沸沸扬扬，其中马伯骞饰演桑延的消息差点没撞死所有原著党。但从偷偷藏不住的正片来看，马伯骞虽然不够帅，但却是剧中唯一在认真演戏的演员。至少在他的表演中，观众能看到情歌欠嗖嗖的毒舌，看到特别接地气的哥哥形象。对比女主赵露思和男主陈哲远，必须向马伯骞道歉，之前是我声音太大了。剧中赵露思饰演的高中生看起来更像是小学生，说话做事又钝又笨，咱就是说谁家高中生是夹子音啊。在桑延帮桑稚补习物理的那场戏里，两兄妹说着说着就开始互殴，可赵露思此时刻意的小表情都把一个智商正常的高中生演出了问题儿童的感觉。按理来说，以赵露思的状态演一个高中生完全没问题，但你要非要夹着嗓子故意卖弄呆萌的表情，用迟钝的小动作来塑造一个高中生，观众当然没办法入戏。在众多以高中生为主角的影视剧里，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表演像赵露思一样，把高中生演得好像是哪个文学中走出来的女主角，主打一个矫揉造作、扮嫩装可爱。这边的赵露思加过头了，另一边的陈哲远也没有让观众失望。从陈哲远的状态来看，剧中他饰演的段嘉许，颜值和身高都在线，但就是太刻意了。演戏时，陈哲远从头到脚散发着一股子帅而自知的油腻，和桑稚的每一段对手戏都恨不得把不要迷恋哥几个大字写在脸上。当帅而自知，再碰到小妹妹、哥哥、小孩、小鬼等等字眼，直接油上浇油。不论陈哲远的白衬衫有多清爽，观众都只能大咩。而且赵露思和陈哲远虽然都少年感十足，但两人站在一起并没有年龄差，这就给观众一种很割裂的感觉。陈哲远在和小孩子对戏的时候年龄差过了，但是和赵露思对戏的时候年龄又是相符的。换言之，与其让陈哲远和赵露思演哥哥妹妹这一套，两人还是更适合一起演高中生或者大学生。目前来看，偷偷藏不住中的主要角色就3位，唯一演技自然的马伯骞颜值不够，而除了主角团之外，饰演桑稚妈妈的曾黎也只是一个打酱油的存在。剧情里，曾黎和赵露思同框时的母女感不强，演马伯骞的妈妈更是诡异。如今看来，偷偷藏不住不仅原著问题很大，选角和演员的塑造也是一言难尽。当然，在偷偷藏不住影视化的背后，其实暴露了更现实和无奈的影视圈规则。在成年人为主的影视圈里，任何一个长眼睛的人都看得出偷偷藏不住的原著内容多么低幼。但即便如此，资本的趋利性还是让这样一个自适应性几乎没有的网络小说成功影视化了。更离谱的是，主演这部剧的演员个个人气在线，95花赵露思甚至是当下小花里的头部。而且在一部作品影视化之前，编剧、制作人相当重要，他们必须拥有赋予过气作品看点的能力，让已经无法适应当下潮流的原著实现重生。面对偷偷藏不住这种原著 IP， 还原度并不重要，创造力才最重要。最后，全美真的对于剧中价值观的引导表示担忧，年龄差距大、未成年人谈恋爱的情节引发了大众的反感，不无道理。这种情节可能误导未成年人，让他们以为与年龄相差较大的成年人谈恋爱是正常的，这样的书受欢迎也就算了，还要拍成电视剧大肆宣扬，难不成是要在这种文化上赶超日本？可怕的是，从业者明明知道这是裹了糖的砒霜，还是不管不顾的喂给观众，为了赚钱什么都拍，被骂一点儿也不冤。都说偶像剧爱出爆款，也爱出烂剧，显然偷偷藏不住就是后者。厚重的滤镜配合尴尬的台词，分分钟劝退观众。同时，演员选角也是最大的硬伤。赵露思与陈哲远的口碑还没有马伯骞的好。果然，对于演员来说，任何时候都只有演技是对口碑最好的保障。不过，眼下该剧刚刚更新4集，或许后续剧情能有所好转，大家拭目以待吧。或许在今后的剧作中，制作方能更加注重观众需求和价值观的引导，为观众呈现更加符合期待和共鸣的甜剧作品。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请多多订阅和关注，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